莫迪拒绝出席峰会，反对成员扩编，金砖组织遭到印度的阻击，中国怎么看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过去的节目中，我们曾经对印度在上合组织的发展中所起的破坏性作用做过分析。基于印度是所有上合成员国之中唯一反对"一带一路"的国家，也反对扩大国际贸易中的人民币结算，导致这个多边组织的发展前景受挫。俄罗斯当年拉着印度加入上合，是为了平衡中国的需要，现在却不得不吞下推进上合经济合作议题被印度破坏的苦果。但是同样有印度参加的金砖组织会议，莫迪政府再度展示了其破坏的作用。这就意味着不是俄罗斯没料到，而是印度原本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异类，甚至是在为美国利益服务。莫迪政府在这次金砖组织峰会上又干了几件破坏性的事件。首先，莫迪无理由地拒绝出席金砖组织的线下会议。据印度政府的消息人士称，莫迪不会亲自前往南非参加金砖国家峰会，而是用视频连线的方式来代替。对此，不难让人联想到，印度作为上合组织会议承办的主席国，今年就直接举办了一场线上峰会，而且还拒绝给出理由。如果说普京不去参加金砖峰会，是因为有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，避免让南非陷入尴尬，而莫迪老先又有什么理由不参加线下峰会呢？此次金砖组织峰会，南非作为主办国，已经向7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出了参会邀请，而作为金砖原始创立国，莫迪去参加应该是威风八面才对呀。而这次他用连线的方式参会，本身就是对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一种不尊重。当然，印度现在还有机会在召开峰会前做出最后的决定。第二，对于俄罗斯推动的金砖国家货币替代美元结算的想法，印度表示不感兴趣，自称其首要任务是卢比的国际化。中国、印度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印度的卢比真的有条件国际化吗？俄罗斯拿了几千亿的卢比花不掉，被坑得很惨，现在逼着印度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，所以印度现在千方百计地阻击金砖国家结算货币的出现，其本质更像是在为美元服务，也就是为美国在说话，为了维系美元的霸权体系。第三，印度反对金砖国家快速扩员计划，也就是阻止金砖组织的扩大，避免以 G7 集团形成对立。据南非方面的说法，现在还有20个国家想加入金砖组织，这次峰会自然要谈到金砖国家扩员的问题。中国、俄罗斯都对此持积极态度，让更多的国家加入金砖组织，有助于增加该组织的影响力，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。而印度呢，则表示金砖组织必须有一套更加严格的准入规则，增加观察员国身份，成为正式成员要满足标准和经过必要的流程。据印媒分析，印度此举主要是为了避免金砖组织发展成一个以 G7 相对立的组织。在这方面，印度似乎是在阻击俄罗斯，因为俄罗斯更希望金砖组织能够以 G7 对立。印度此举对中国也造成了损害，因为我们的本意是扩大金砖组织成员国，更好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。对于印度在上合组织和金砖组织中的破坏性作用，中国人应该怎么看呢？我们一定要认清莫迪政府的野心，因为印度是这两个组织中唯一将中国当成是对手的国家，他还想成为这两个组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桥梁，甚至还想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国。所以任何多边组织只要有了印度这个搅屎棍，要想一团和气是不可能的。但目前想把印度开除出去也不太可能，因此中国恐怕还得想办法另起炉灶了，把印度剔除出去才是上策。